全民穿越公路求生，通道内密密麻麻的挤满了蠕虫。我拿了2支单兵云爆弹，放到了机械臂上，利用机械臂发射了出去。2支云爆弹激射而出，在通道之中爆炸，氧气被迅速消耗一空。那些蠕虫也因为急速升高的温度迅速脱水，通道内的氧气被消耗一空，那些蠕虫无法呼吸，渐渐地停止了蠕动。等到空气重新流动，我拿出了火焰喷射器，对着蠕虫喷射起来。被油脂覆盖的蠕虫成了最好的燃料，大火熊熊燃烧起来，并且迅速向着2侧蔓延。快关闭通道，启动灭火装置，不然我的蠕虫都要被烧死了。典狱长大人，灭火装置刚才被打坏了，那就去想别的办法。我只要我的蠕虫活下来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。没有了，通道内的一切设施都被打烂了，我们彻底失去了对通道的控制权。废物！胡迪拔出腰间的手枪，准备干掉这个助手。就在这时，实验室的大门轰然爆炸，一辆装甲车从外面冲了进来。快组织反击，干掉这个家伙！保安呢？几个身穿2代防护服的保安人员拿着电磁枪从保安室里冲了出来，找掩体准备对装甲车进行反击。然而还没等他们有所动作，装甲车上的近防炮就响了。仅仅只是扫射了一圈，房间里的那些机器和躲在机器后面的安保人员全都被撕扯成了碎片。近防炮除了将这些人打死之外，还打坏了不少培养皿。那些培养皿里满是一只只蠕虫，这些蠕虫被惊醒，一只只爬了出来，开始啃食人类的尸体。一边进食，身体也开始发生变化，一些长出了毛发，一些分化出了4肢，还有一些甚至蜕变出了人的面孔。看着这些蠕虫的样子，我不由得浑身上下浮出了一层鸡皮疙瘩。用喷火器烧死他们！小爱同学弹出了机械臂，每个机械臂手中都拿着一个火焰喷射器，对着那些蠕虫不断的喷射着。那些蠕虫最大的弱点就是火焰，在火焰的烧蚀下，很快就变成了灰烬。我在实验室大厅里转悠了一圈，清剿着这些蠕虫。当我将最后一只蠕虫烧成灰烬之后，却发现胡迪早已经顺着后门逃跑了。不过我并不担心，我在外面可是留了一架彩虹无人机，如果胡迪敢从逃生通道逃跑，彩虹无人机的精确制导导弹会教他做人的。我打开了后门，向着实验室的后面。在实验室的后门是库房和储藏室，库房里面是一排排的柜子，柜子里面摆放着一只只养皿，每一个培养皿里面都是一只蠕虫。此时胡迪正躲在库房的最深处，手中正拿着一支注射药剂，想要往胳膊上扎，却又没有勇气。看到我冲击来后，他吓得浑身一哆嗦，手中的注射器差点掉到了地上。这是你逼我的！他手中的注射器被打成了碎片，注射液和碎片散落到了地上。他将腰间的手枪扔到了一边，举起了双手。我投降！我拥有这家实验室的全部实验数据和全部的样品的制作方法，我要求获得符合我身份的待遇。他认为我很有可能是别的公司或者组织派来的人。我手上有这个实验室的全部数据和实验资料，你们就算搬空了这里也没用，因为有很多的数据和研究可行性都没有被记录下来，都在这里。只要给我应有的待遇，我们可以合作，你需要的一切资料我都会告诉你，甚至帮助你们继续这些研究。看来你很自信啊。当然，我们可以谈谈待遇的问题了吗？不，在那之前，我需要先问另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要抓捕那些家伙？或者说，你对玩家这个词了解多少？玩家。听到这2个字，胡迪的神色一震，脸色阴晴不定起来。看到胡迪这副样子，我肯定了心中的猜测。胡迪脸色变换了几次，随后才露出了了然的神色。原来你是玩家，这就难怪了，难怪有那么多奇怪的手段能冲进我苦心经营的防线。原来是这样，我早就应该想到的，亏得我还以为是有哪个大集团来趁火打劫来着。说吧，你把那些玩家抓起来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用来做实验的。你们仗着自己是玩家，在我的世界肆意妄为，根本就不把我们这些原住民当人看。我就让他们好好的感受一下原住民的怒火，让他们也感受一下被欺压的滋味。我看不光是为了报复吧，你想要获得玩家的身份？没错，这种可以超然的力量，有谁会不愿意？我当然也想要，只要把你们研究明白，我就也能获得这种力量。不，恐怕不是想要这种力量，而是你已经获得了这种力量了吧？我记得这个胡迪之前就和那些车队的人在一起，而且地位不低的样子，说不定早就获得了玩家的。而且想要验证的话也很简单，我对着胡迪的脑袋就是一枪。胡迪的眼中满是不敢置信，他不敢相信我就这么杀了他。难道不需要他来搜刮实验室的财富吗？我打开区域频道看了一眼，一条讣告飘过，玩家胡迪死亡。确认胡迪死亡之后，我拿着一张小爱同学刚刚进入本世界后记录的玩家名单排查起来，连续找了3遍都没能找到胡迪的名字。经过比对后，我发现一个叫桥本茂的玩家消失了，取代者就是胡迪。果然是取代了玩家的身份。不断换世界艰苦求生，对于玩家们来说是一份苦差，但
但是对于很多 NPC 来说却是天大的诱惑。很多在原本世界混得不如意的 NPC 会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，那些大财团、大势力也会对前往其他世界异常的感兴趣。到时候，我们这些玩家就会成为那些大势力眼中的猎物。那么这个情报有多少人知道？联合制药的人是否知道？他们会采取什么手段？想到这里，我连忙让小爱同学将初始名单和现在的玩家名单进行对照，不光是姓名，就连照片也要一一对比。经过一番对比之后，我发现除了胡迪之外，果然还有一个人名发生了变动。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阿方索。小爱同学，给我盯住这个家伙，一旦有关于他的什么消息，就立刻告诉我。明白。小爱同学立刻将阿方索列入了重点关注的名单，单独分出一部分算力，专门监控这个人的动静，包括区域频道和交易平台。处理了阿方索的事情后，我让001带着自走机械进来，开始拆解实验室里的机器，同时把培养皿里的那些蠕虫都带走。这些东西莉莉丝研究的时候可能会用得上。一大群自走机械在实验室里乱窜，他们除了把用不到的机械还原成金属零件之外，还负责将整个基地所有的隐藏空间全部找出，寻找有价值的物品。经过这些自走机械的地毯式搜索，成功的翻出了2个普通库房和一个秘密库房。一个普通库房里装的都是各种常规武器，诸如穿甲炮弹、火箭弹、反坦克手雷之类的东西。第2个仓库放的都是一些实验室的备品，比如一些机械的备用零件之类的。我在仓库里转悠了一圈，在仓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用巨大帆布遮盖起来的箱子，